瓜尔加哈拉在哈尔滨的街角摆了一个修鞋摊，他的摊子很小，一张旧木板搭的台子，上面摆着锤子、锥子、线团和几块皮子。他坐在一张小马扎上，低着头修鞋。一双鞋补完，收3个铜板。他修鞋的手艺很好，缝的线又直又密，钉的掌又平又牢。摊子摆了1年，回头客越来越多，街坊都叫他老瓜。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，只知道他姓瓜。其实他姓瓜尔佳，是满洲正白旗人，祖上做过左领。瓜尔佳这个姓在旗人里算不得大姓，但正白旗是上3旗，是皇帝亲自统领的旗。瓜尔佳哈拉小时候听他爹说过，祖上跟着皇帝打过仗，立过功才封的左领。左领是管100多人的官，在旗里也算体面。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城的一条胡同里，院子里有棵枣树，每年秋天打枣，他爹就把打下来的枣分给街坊。后来他家就败了，他爹年轻的时候抽大烟，把家产抽光了。先是卖了院子里的枣树，然后是正房，然后是厢房，最后连祖上留下来的几件值钱的东西也卖了。他爹戒了烟之后，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那张弓。他爹说，那张弓无论如何不能卖，那是瓜尔佳家的根。瓜尔佳哈拉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根，他只知道那张弓挂在墙上很好看，弓背弯弯的，弓弦亮亮的。他问过他爹，那张弓怎么用？他爹说，等你长大了教你。他长大了，他爹又说，等你力气再大点教你。再后来，他爹死了，那张弓传给了他。他爹死的那年，瓜尔佳哈拉21岁，他在北京找不到营生，听说关外能挣到钱，就背着那张弓出了关。他把那张弓挂在哈尔滨出租屋的墙上，挂了很多年。他40岁那年，哈尔滨已经变了天，街上的旗人越来越少。旗人子弟，有的改了姓，有的换了身份，有的去了北京，有的留在哈尔滨摆小摊卖力气过活。旗人改姓是常事，为了活下去，很多旗人都把满姓改成了汉姓。瓜尔佳改成关，林家改成林，舒木路改成舒，完颜改成王。有人劝瓜尔佳哈拉也改个姓，姓关吧，好记也好叫。瓜尔佳哈拉说，不改。那人说，你不改姓，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旗人。瓜尔佳哈拉说，知道就知道，我又没偷没抢。那人说，你留着瓜尔佳这个姓，又不能当饭吃。瓜尔佳哈拉说，不能当饭吃，但那是我的姓。他没有改姓，但他也没有跟人提过自己的姓，街坊都叫他老瓜，他应着。别人问他不回答。他的姓和他的弓一样，都是他藏着的东西。瓜尔佳哈拉在铁路货场扛过包，在码头当过搬运工，在饭馆跑过堂。后来年纪大了，干不动重活了，就摆了这个修鞋摊。他摆摊的第1天，不知道修鞋怎么收费，看见别人收3个铜板，他也收3个铜板。有人给多了，他还会找回去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太太拿了一双布鞋来补，鞋帮开线了。瓜尔佳哈拉缝了半个时辰，补得整整齐齐。老太太说，师傅，你补得真好，比新鞋还结实。瓜尔佳哈拉说，应该的。老太太给了他5个铜板，说，不用找了。瓜尔佳哈拉说，我该找您2个。老太太说，那2个是给你的手艺钱。瓜尔佳哈拉拿着那5个铜板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谢谢。那是他第1次觉得修鞋也是一门手艺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叫吉泰。吉泰20岁，一身力气没处使，整天在街上晃悠，跟一群旗人子弟混在一起。
有时候去茶馆听说，有时候在街上打架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干，蹲在墙根晒太阳。瓜尔佳哈拉看着儿子，心里着急，但他不会说那些大道理，他只是修他的鞋。他有时候想，吉泰要是个女孩就好了，女孩可以学绣花，学做衣裳，有个营生。可男孩不一样，男孩要闯荡，要挣钱，要撑起一个家。可他不知道怎么教儿子闯荡，他自己也不会闯荡，他只是会修鞋。有一天，吉泰跟人打架，打坏了人家一扇门，被人家堵在门口要赔钱。瓜尔佳哈拉去领人，他赔了钱，把儿子领回来，一路上没有说话。回到家，他坐在炕上抽烟，吉泰站在地上低着头。瓜尔佳哈拉抽完一袋烟说：“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就跟我学修鞋。”吉泰说：“修鞋有什么出息？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修鞋没出息。那你有出息的活是什么？”吉泰说不出话来。那天晚上，吉泰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跟父亲说：“爹，我不学修鞋，我想去做买卖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什么买卖？”吉泰说：“我想去关内看看，听说那边好挣钱。”瓜尔佳哈拉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吉泰走的那天，瓜尔佳哈拉把家里攒的钱都给了他，那是他修了2年的鞋攒下的钱。吉泰接过钱，跪在地上，给他磕了一个头。瓜尔佳哈拉说：“到了那边，写封信回来。”吉泰说：“吉泰走了之后，瓜尔佳哈拉的摊子更冷清了。他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修鞋，补完一双，收3个铜板。街坊们路过都会跟他说句话：“老瓜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还行。”其实他的生意越来越差，不是因为修鞋的人少了，是因为他的眼睛不行了。他的眼睛花了，看针脚要凑得很近才行。他修鞋的速度慢了下来，有些活接不了了。他舍不得花钱配眼镜，一副老花镜要好几块大洋。他修3个月鞋才挣得回来。有一天，他修一双皮鞋的时候，线拉断了，针扎进手指里，流了血。他放下鞋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口。他忽然想，他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？他把那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继续修鞋。有一天傍晚收摊的时候，隔壁卖烟叶的老头跟他闲聊。老头说：“老瓜，你儿子走了，你一个人怪冷清的吧？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是啊。”老头说：“你咋不找个伴儿？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找啥伴儿？我这把年纪了。”老头说：“你还不到50呢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心老了。”老头笑了，说：“心老什么？你那是舍不得你儿子。”瓜尔佳哈拉没有接话，他低头收拾摊子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屋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弓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他伸出手，把弓从墙上摘了下来。他拿着那张弓走到院子里，月光下，他试着拉了拉弓弦，弓弦还很紧。他使劲拉了拉，弓弦只弯了一点点。他想起他爹的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这辈子没有学会拉弓。他把弓放回墙上。第二天，他继续出摊。那年冬天，一个古董商人找到了他。古董商人是个南方人，穿着长衫，戴着金丝眼镜。他走到瓜尔佳哈拉的摊子前，蹲下来，说：“老师傅，我听说你家有一张弓。”瓜尔佳哈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古董商人说：“我听街坊说的，说你家是奇人，祖上做过左领，家里有一张传了几代的弓。”瓜尔佳哈拉没有说话。古董商人说：“你那张弓卖不卖？我可以出个好价钱。”
瓜尔佳哈拉说：“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。”古董商人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才值钱。你留着也没用，不如卖给我，让他去他该去的地方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我留着他，还能看看。”古董商人说：“看什么？你又不会拉弓。”瓜尔佳哈拉没有说话，他低头继续修鞋。古董商人站起来走了，走的时候说：“老师傅，你想好了，随时找我，我在道里区的古玩店。”那天晚上，瓜尔佳哈拉把那张弓从柜顶拿了下来，弓被一层油布包着。打开油布，那张弓还是老样子，桦木的弓背，牛筋的弓弦，弓背上刻着几个满文，他认不出那是什么字，但他知道那是他曾祖父的名字。他把弓放在膝盖上，摸了摸弓背的木头，木头被摸得光滑发亮。他想起他爹的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想起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拉满过那张弓。他把弓包好，放回柜顶。第二天，他继续出摊。又过了1个月，吉泰的第2封信来了。信上说，他在关内认识了一个姑娘，想成亲，但是缺钱，他想回家，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凑钱。瓜尔佳哈拉拿着信，坐在炕上坐了很久。他家的房子是2间土房，不值多少钱，但那是他最后的家当了。他想了想，拿起信，去了古董商人的店。古董商人看到他来了，眼睛一亮，说：“老师傅，想通了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你出多少钱？”古董商人说：“50块大洋。”瓜尔佳哈拉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100。”古董商人说：“60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80。”古董商人想了想，说：“成交。”那天下午，瓜尔佳哈拉回家，把那张弓从柜顶拿了下来。他解开油布，又看了一遍那张弓，然后用油布包好，抱着它去了古董商人的店。他把弓放在柜台上，古董商人拿起弓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东西。”然后把80块大洋放在桌上。瓜尔佳哈拉数都没数，把大洋装进口袋，转身走了。他走出店门的时候，没有回头。他走到街角的时候停了一下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古玩店的门口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那天晚上，他坐在炕上，把80块大洋拿出来，数了一遍又一遍。他想起曾祖父的那张弓，想起他爹说过的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这辈子没有拉过那张弓，现在那张弓再也不会有人拉了。他把大洋包好放起来。第二天，他给吉泰写信，信上说：“我给你寄了钱，你在关内好好过日子，想成亲就成亲。”他把信寄出去，又把钱寄了出去。寄完钱，他坐在修鞋摊上发呆。街坊路过问他：“老瓜，你今天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。”他低头继续修鞋，修着修着，他忽然流了泪，眼泪掉在鞋面上，他赶紧用手擦掉，继续修。街坊没有再问。那一年冬天，哈尔滨下了很大的雪，瓜尔佳哈拉还是每天出摊，坐在小马扎上，低着头修鞋。他的摊子上多了一样东西，一块磨刀石。他偶尔会拿出那块磨刀石，磨他的锥子和刀。磨刀的时候，他想起那张弓，他想起他曾祖父年轻的时候用那张弓射过老虎。他想起他爹说过的那句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爹没有教他，他也没有教过吉泰。那张弓被他卖了80块大洋，吉泰拿那笔钱成了亲。后来的事，瓜尔佳哈拉不知道了，他只知道吉泰在关内过得好，他就觉得值了。他不后悔卖掉那张弓，他只是有时候修鞋修到一半，
会停下来，看着自己的手发呆。那双手曾经差点就拉满过一张弓。他这辈子离那张弓最近的时候，是他爹死的那年。他爹把弓交到他手里，说：“拿着。”他接过来，觉得那弓比想象中沉，然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它。现在弓没了，他反而有时候会想起他。想起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好像丢了什么，但他说不清丢了什么。他只知道那天，他卖掉弓走出店门的时候，天很冷，风很大，他缩着脖子走在风里，80块大洋在口袋里沉甸甸的。那是他这辈子拿过的最多的钱，也是最重的一笔钱。那年冬天，吉泰来信了，信上说：“爹，我成亲了，媳妇是关内人，他人很好，你啥时候来看看我们？”瓜尔加哈拉把信读了3遍，然后笑了。他摸着信纸上的字，想他儿子成亲了。他回了一封信，说：“爹的眼睛不太好，就不去看你们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。”他没有告诉吉泰那笔钱是怎么来的，他也没有告诉吉泰家里那张弓没有了。有些事他不想说。又过了2年，吉泰带着媳妇回来看他。吉泰的媳妇是个白净的关内姑娘，见了面叫他爹，他应了一声。吉泰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忽然问：“爹，咱家墙上那张弓呢？”瓜尔加哈拉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卖了。”吉泰说：“卖了多少钱？”瓜尔加哈拉说：“80。”吉泰说：“爹，那是咱家祖传的，你怎么卖了？”瓜尔加哈拉没有说话。吉泰的媳妇在旁边扯了扯吉泰的袖子。吉泰没有再问。那天晚上，吉泰的媳妇对吉泰说：“你别问爹了，爹肯定是为了你。”吉泰说：“为了我什么？”吉泰的媳妇说：“你想啊，你成亲那会儿，哪来的钱？”吉泰愣住了，他这才想起来，他成亲的钱是爹寄来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那笔钱是哪来的。他媳妇说：“那张弓是爹的宝贝，他为了你把它卖了。”吉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早上，吉泰给父亲倒了一碗茶，说：“爹，以后我挣钱了，给你买一张新弓。”瓜尔加哈拉说：“买那干啥？我又不会拉。”吉泰说：“那我学会了拉给你看。”瓜尔加哈拉看着儿子没有说话，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茶是热的，他忽然觉得心里也热了。吉泰和媳妇在哈尔滨住了半个月，要走的时候，吉泰说：“爹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关内吧。”瓜尔加哈拉说：“我不去，我在这儿还有摊子。”吉泰说：“一个破鞋摊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”瓜尔加哈拉说：“你不懂。”吉泰没有再劝。他走的那天，瓜尔加哈拉送到街口，看着儿子和儿媳妇的背影越走越远，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直到那2个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他才转身往回走。他走回修鞋摊坐下来，继续修鞋。他补好一双鞋，抬起头看了看天，天很蓝。他忽然想起他爹说过的那句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这一辈子没有学会拉弓，但他的儿子学会了挣钱，学会了养家，学会了心疼他。他觉得那比学会拉弓强多了。他低头继续修鞋，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他的摊子还是那么小，锤子、锥子、线团、皮子。他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，一双鞋补完，收3个铜板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。那张弓他不常想了，偶尔想起来了，也只是想一下，就像想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人。想完了继续修鞋。这就是瓜尔加哈拉的一辈子，一个满洲旗人的一辈子。没有拉满过弓，没有打过仗，
没有立过功。他只是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长大，在哈尔滨的街角修了一辈子的鞋。他卖掉了祖传的工，但他养大了自己的儿子。那80块大洋，是他这辈子最重的一笔钱，也是他最值的一笔钱。其实瓜尔佳哈拉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他在北京的那段日子，他小时候家里还有院子有枣树的时候，他是胡同里最皮的孩子，整天爬树上房掏鸟窝。他爹拿着扫帚追他满院子跑，他娘在屋里喊：“别摔着。”后来他家败了，他爹抽大烟，把家当都抽光了，他娘整天抹眼泪。他爹戒了烟之后，整天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15岁那年，他娘病死了。他娘死的那天，他爹坐在院子里一言不发，坐了一整天。那张弓就挂在他身后的墙上。他娘下葬之后，他爹把弓从墙上摘下来，递到他手里，说：“拿着。”他接过来，觉得那张弓比想象中沉。他爹说：“这是你曾祖父的弓，你曾祖父用这张弓射过老虎。”他爹又说：“你曾祖父要是活着看见你这样，他得气死。”他那时候不懂他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后来他懂了。他爹的意思是，瓜尔佳家败了，但他瓜尔佳哈拉的把脊梁挺直了。他21岁出关的时候，把他爹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带走了，就是那张弓。他在哈尔滨住了几十年，那张弓跟着他搬了无数次家，从货场的工棚，到码头的窝棚，到外区的出租屋，那张弓一直挂在墙上。他有时候看着那张弓会想，曾祖父要是知道他这个重孙子在关外修鞋，不知道会说什么。他想着就笑了，笑完了继续修鞋。他修鞋修了10几年，修过的鞋成千上万双。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双鞋，是一个小女孩的鞋。那天小女孩跑过来，说：“爷爷，我鞋坏了，你能帮我修吗？”他看了看那双鞋，鞋底磨穿了一个洞，鞋帮也开线了。他说：“不修了，给你换双新的吧。”小女孩说：“我没有新鞋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爷爷给你修。”他修那双鞋修了半个时辰，补得很仔细，缝好了还多缝了一层底。他递给他，说：“穿上试试。”小女孩穿上鞋，在地上跺了跺，说：“爷爷，鞋不透了。”他说：“嗯。”小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，放在他手里，说：“爷爷，给你糖。”他看着那块糖笑了。他这辈子收过很多钱，但那块糖是他收过的最好的报酬。他把那块糖放在嘴里，糖是甜的。他坐在小马扎上，含着那块糖修鞋。那天下午，他修鞋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些。他后来想，他这一辈子最值钱的，不是那80块大洋，是他修过的那些鞋，和那些鞋的主人。他修过的鞋里有学生的鞋，有工人的鞋，有老太太的鞋，有小女孩的鞋。每一双鞋都走过路，每一双鞋都带着一个人的故事。他修鞋的时候会想，这双鞋的主人今天走了多少路。他修完一双鞋，把鞋递给主人的时候，会说一句“走好”，简单2个字，但那是他这一辈子说过的最多的话。瓜尔佳哈拉60岁那年，已经修不动鞋了，他的眼睛几乎看不清了，手也抖了，拿不住针线。他坐在小马扎上试了几次，都穿不上针。他放下针线，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。那天傍晚，他把摊子收了，把工具一件一件收进木箱里，锤子、锥子、线团、皮子、磨刀石。他看了看那些工具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合上了木箱。第2天他没有出摊，第3天也没有。
街坊们路过他的门口都问：“老瓜，你怎么不出摊了？”他说：“不出了，干不动了。”有人说：“那你以后干啥？”他说：“不干啥了，歇着。”又过了几天，吉泰从关内赶回来了，是邻居写信告诉他的。吉泰进门就喊：“爹，你咋了？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没咋，就是干不动了。”吉泰说：“干不动就不干了，跟我回关内吧。”瓜尔佳哈拉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。”那天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从柜顶最里面翻出那个油布包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是空的，那张公早就卖了。他拿着那个空油布包站在那里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把油布包叠好，放进了包袱里。吉泰看见了，没有说话，他装作没看见。父子俩收拾完东西，锁了门。瓜尔佳哈拉站在门口，最后看了一眼那间住了几十年的屋子，然后转身跟着儿子走了。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，他知道，他一回头就舍不得了。那一年他61岁，他跟着吉泰去了关内。后来他偶尔会想起哈尔滨，想起那个修鞋摊，想起街坊们，想起那个给他糖的小女孩，他也会想起那张弓，但他不常想了。人老了，记性就差了，有些事想着想着就忘了。他儿子吉泰后来真的学了一些射箭，吉泰在关内拜了个师傅，学骑马射箭。有一天，吉泰举着一张弓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看我买了张弓。”瓜尔佳哈拉看了看那张弓，说：“好弓。”吉泰说：“你试试。”瓜尔佳哈拉说：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拉不动了。”吉泰说：“试试嘛。”瓜尔佳哈拉接过来，试着拉了拉弓弦，弓弯了一点点。他笑了，说：“他拉不动了。”吉泰说：“那我拉给你看。”吉泰拉开弓射了一箭，箭飞出去，稳稳地扎在靶子上。瓜尔佳哈拉看着那支箭，看着儿子握着弓的样子，他忽然想起他爹说过的那句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爹没有教他，但他儿子学会了。他看着儿子握弓的样子，觉得那张弓好像从来没有被卖掉，他一直在儿子的手里。他笑着说：“好，好。”那天下午，他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儿子射了一下午的箭。阳光很好，风也很轻。他想起他这一辈子，想起那张卖掉的弓，想起那80块大洋，想起那些修过的鞋，想起那个小女孩给他的那块糖。他觉得他这一辈子过得挺值的。他不是什么英雄，他没有拉满过弓，但他养大了儿子，儿子学会了拉弓。那张弓虽然卖了，但瓜尔佳家没有断。这就是他的答案，一个老奇人的答案。瓜尔佳哈拉晚年住在儿子家里，他每天早起在院子里坐一会儿，喝一碗茶，然后看着院子里的枣树发呆。关内的枣树和他北京老家胡同里的那棵枣树不一样，但他看着枣树，就想起了小时候。他想起他爹把打下来的枣分给街坊，他想起他娘在屋里喊别摔着，他想起那个被卖掉的老院子。他有时候会跟孙子讲他小时候的事。孙子问他：“爷爷，你们以前是干嘛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以前是当兵的。”孙子说：“打仗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打过。”孙子说：“爷爷，你打过仗吗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他没打过。”他说：“你太爷爷打过，你太爷爷的爹也打过。”孙子说：“那你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修鞋。”孙子笑了，说：“爷爷，你会修鞋啊？”他说：“会啊。”孙子说：“那你给我修修我的鞋。”他看了看孙子的鞋，笑着说：“好。”他拿起针线给孙子修鞋。他的手已经抖了，但穿针引线还能对付。
他补了一会儿，孙子在旁边看着他，忽然说：“爷爷，你修得真好。”他说：“修了一辈子了。”那天下午，他坐在院子里给孙子修鞋，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他忽然觉得，他这一辈子其实挺完整的。他没有拉满过工，但他修过成千上万双鞋。他卖掉了祖传的工，但他的儿子学会了拉弓。他离开了哈尔滨，但哈尔滨的街坊们还记得有个修鞋的老瓜。人这一辈子图什么？图的就是这些。他低头继续给孙子修鞋。那双鞋修好了，他递给孙子，说：“穿上试试。”孙子穿上鞋，在地上蹦了蹦，说：“爷爷，正合适。”他看着孙子笑了，一个老奇人的笑。他忽然想起他爹说的那句话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教你拉弓。”他等了一辈子，也没有等到他爹教他拉弓，但他不遗憾了，因为他明白了，他爹教他的不是怎么拉弓，是怎么做一个把脊梁挺直的人。他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，现在他要把这句话传给孙子。他摸了摸孙子的头，说：“孩子，做人啊，腰板要直，不管你是旗人还是汉人，不管你有没有功，腰板都要直。”孙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那天傍晚，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晚霞红彤彤的，像一片烧起来的火。他想起那张弓，想起那些年，他笑了笑，然后他站起身，走进屋里。他这一辈子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